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琳。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台湾，我们第58届的金马奖香港导演周冠威所拍的《时代革命》获得最佳的纪录片，我们非常恭喜。当然，这代表我们对于香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台湾的朋友还是非常的关注。那相较于这个香港过往我们在谈到澳门，会觉得澳门感觉是乖顺许多，这个好像大家会觉得有钱赚就好了。对于他们自身的许多的一些公民条件的部分，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样的重视。不过最近澳门发生了一件大事，是席米华被逮捕了。逮捕的原因当然说他这个架设了赌博网站，然后招揽中国的民众来做赌博这怎么可以呢？中国内部当然是不允许这个赌博的事件，这真的只是单纯的一个所谓的架设赌博网站的事件吗？我想今天可以好好来探究一下。那我们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好好来帮我们来解读一下。明老师你好。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我想因为大家看到周卓华就是席米华，一向被认为是就我们讲江泽民派系过往在这个体制里面他所这个拉拔的人那当然这每次大家在谈到六中全会后，有人说这个习近平过了一关，应该对明年的这个连任没什么大问题。但我们之前也在说不一定这可能在这之前显然还有许多的一些问题还会在。如果这样子，大家就会怀疑说这算不算是内部斗争？可能叫做是延续续集，还是这个是某一个大的腥风血雨事件的开始？一个回合吧，一个回合，我们可以这样讲吧。那说起来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在新闻上多少看到哈，这位周卓华呢，其实已经发迹一段时间，然后他的背景呢，看起来跟大陆的公安系统跟政法系统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么有些细节我们等会再说。我们现在想谈就是说，在这个如果真的是你说的那个。六中全会之后跟20大之前呢，政治斗争的一回合的话，那为什么打到这个人？这个人跟政局到底什么关系？那简单说就是，大概我们看到在中共政局当中呢，大概最近20-30年来，尤其这10-20年来呢，大概在政治斗争当中呢，钱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用大陆话来说，就叫钱袋子了。大陆不是有4个子吗？一个枪杆子吗？一个笔杆子吗？一个刀把子吗？再有就是钱袋子。那这个钱袋子，坦白说，在毛泽东时代跟邓小平时代呢，不那么明显。在毛泽东时代或邓小平时代，如果要进行政治斗争的话，基本上把2个抓住就行了，一个把枪杆子，就把笔杆子抓住就行了。枪杆子就是最后我抓住军队，那笔杆子就抓住文宣。好，把这2个抓住呢，大概斗争就没有问题了。那为什么后来越来越重要呢？简单说，钱袋子在中共斗争当中重要呢，还是江泽民以后才慢慢发展的？这跟大陆经济发展很有关系，因为那个邓小平后期呢，开展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改革就是要改掉过去的政策，开放就是对世界开放。一旦对世界开放，当时我们就预测，我们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呢会对大陆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当时呢加工出口区就这么小小的一块地方，台湾已经很小了，在台湾里面挑出个更小的地方搞个加工出口区，大概用的人呢大概100万人了不起了吧？你最多撑死150万人。就这么100万人、150万人呢，已经让台湾可以跻身世界前30名的经济体，这了不得啊！是，所以如果说大陆开始改革开放，然后大陆模仿台湾搞加工出口区，但它叫经济特区，但做法几乎一模一样，因为献策的很多是海外华裔的经济学家。他们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回去对大陆做了建议，那么大陆就把它叫做经济特区，那么也去搞了。一搞之后呢，大陆变成世界的工厂，然后也变成世界的这个市场，所以这2个厂呢算是不同的厂子，那使得大陆经济开始大幅发展。经济大幅发展，结果就是钱就多了嘛。一方面自己制造的钱多了，然后你从国外赚的钱多了，再一点就是。当国际这些跨国公司看见说大陆有赚钱机会的时候，他就想说，我怎么利用大陆来赚钱？一个就是我去投资，一个就是我去卖东西，这2者都可以。投资就是我钱进去打转，然后看你们做什么事情可以赚钱。
或者投资，或者说玩别的东西，玩土地啊、股票啦、什么汇率啊什么的都可以玩的啊，债券啊、汇率都可以玩。那么所以钱慢慢多起来之后呢，问题就出来了。而江泽民呢，我们说他当时呢在64之前进京，然后坦白说之前呢没有太大功劳。那么现在进了京之后，他巩固他的位置呢，他过去基础也不够嘛，要巩固他的位置呢，坦白说就是要笼络人。那笼络人的一个办法就是让人发财，所以他最常讲一句话叫做闷声大发财，就大家不要吭气啊，我们大家就赚钱了就好了。大家一想到赚钱呢，就不要想到说江泽民这个出身正不正，再来就不会想到64事件，再来就不会想到推动民主，因为为什么？现在赚钱比较重要。所以一旦大家开始闷声大发财之后呢，社会呢反而就慢慢稳定下来了，64事件慢慢被大家淡忘了。这么一来呢，在社会上面，民间的钱跟半民间的钱就多起来。好，那么第一企业增加，第二钱多了。钱多之后呢，我们从西方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来，人的活动空间就大了，人的自由度慢慢也大了。原来你穷嘛，你每天想去怎么吃饱饭，现在不是，现在吃饱了，吃好了，你就想说我怎么花钱，怎么花这钱花的有意义，然后再怎么就是我怎么享受，怎么赚更多的钱。就这么一来呢，简单说，人的活动空间也大了，社会的自由度坦白说也加大了。但如果医者大家会好奇说，如果这样子，赵老师刚刚所提到经济自由加大了，大家都有钱了，国营事业、外资各方面都进来了，照理说政府就正常收税，顶多你想多赚点钱，税负拉高一点或干嘛还要有一个钱袋子的角色？感觉这好像是早期才要有那个打什么仗要拉一个员外在旁边有个给你一点钱，现在是遍地都是钱，干嘛还要特定的钱袋子呢？你刚刚说的很好，你刚刚说在正常情况下抽税就可以了。对，是我完全同意。问题是，任何国家在打仗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太正常，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如果你要备战的话也不太正常。第三，大陆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不是抹黑他，也不是污蔑他，我慢慢讲下去，各位就明白了。因为在那一个原来是一党专政社会里面，那个他们搞的是计划经济，对，5年的计划经济，在1952年到56年的所谓的第一个5年计划当中，中间夹了一个那个3大改造运动，基本上呢，社会上的资源呢都已经国有化了啊，不是国有化，至少也公有化了。好，那么国有化、公有化之后呢，那老百姓的那钱就少了。当时按照中国官方说法，就是私营经济的比重呢被打到剩下7.1%，就92.9%呢不是国有就公有。所以在一个基本国有化的社会里面，现在慢慢开始开放。开放之后呢，简单说，谁有机会捞钱呢？谁有机会捞钱呢？掌握权力的人有机会捞钱。一般小老百姓要捞钱不容易，多捞1块钱都很困难的。好，那么掌握机会这些官员呢，有机会捞钱。谁掌握机会呢？掌握关键位置的。什么叫掌握关键位置呢？我有权利发许可证营业许可证或什么工商登记的。第二呢，我有权批土地给你用的，因为你要盖厂房啊，你要商店啊。第三呢，我可以想办法把水跟电拉来给你的。第四呢，我可以提供交通啦、运输啦、港口啦，甚至提供原料啦，或者帮你找到劳工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有机会给他这个好处的，给这外国的商人好处的啊，包括台商、港商在内。再一个就是到了最后你需要贷款的时候，我可以帮他找到门路，可以贷到钱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叫关键位置的官员。所以我们知道最早贪腐的是这批人啊，但是坦白说，数字呢以当时来说较大，以今天来说呢根本就很小。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后来当太子党进来之后呢，那钱就越滚越大。太子党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爸爸妈妈是这个中共建国的时候呢第一代的高干啊，或者相当层级的高干。他们自己呢，在同样的这大院里面长大，然后在读同样的什么育才小学、育英小学或八一小学等等，然后大家彼此都熟的，然后父母亲的工作也都在一起，所以他们是一批就是特权阶层的红色贵族，叫红色子女。他们享受哪些好处呢？第一，入党，入党才有好处嘛，他们最容易入党，比别人容易。第二呢，早年呢，别的机会都不多的，参军是一条好路子，他们可以参军。
再来就不管你是在文职也好或军职也好，你要提拔干部，他们容易被提拔。然后等到这个80年代了，改革开放了，开始经商赚钱，他们叫下海赚钱了。最早他们能下海的，也就他们这批人。好，再来什么呢？出国，不是出国读书吗？出国热吗？我那时出国的时候，后来慢慢也碰到这些人嘛，他们也是最早能出来的。所以简单说呢，因为老子有那个地位，然后老子跟他的别人老子有关系，所以在老子之间的关系或者母亲之间的关系呢，可以勾结起来呢，权钱交易呢，他们可以赚钱。所以最早可以赚钱的就是关键位置的官员，再来呢就是太子党这些人了。好，那当然除了太子党之外，有些大官自己会贪污的，像我们说过去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不是准备接这个总书记的一个人吗？或抢总书记的一个人吗？他后来被抓了啊，说贪污，贪了多少钱我们不说了啊，什么3亿啊，多少栋房子我们不说了，他光是国外的护照有19本，你说这个可以吗？好厉害，19本，你说可以吗？如果说美国一个总统被抓到2本护照，你觉得会怎么样？你觉得台湾一个一定阶层以上政治人物被抓到2本或3本护照会怎么样？不用干了嘛，他可以有19本护照。所以，比方说，就这些大官贪污呢，或什么，他们时刻也想逃了。那么大官贪污，他总不好说，你直接把钱拿给我。那这种人当然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他最好需要什么？需要中间人，需要个白手套呢，帮他拿这个钱。大概比较最早能当白手套，亲戚朋友，就信得过的朋友，信得过的亲戚。所以你看到他们大陆这些贪官一抓的时候呢，不但抓他本人，抓他老婆，抓孩子，抓什么？抓什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爸爸哥哥三姑姑四爷爷了之类，这样就抓，然后都有房子什么地产等等，所以亲戚朋友，再来发现说这些人呢只能当人头，他不能操作，为什么？我钱多到一定程度，我想钱滚钱，所以我需要有专业经理人帮我操作这笔钱。那么这就出来之后，我们叫什么？专业的这些人头户，他们不只是人头户，他还能够操作。所以，譬如说肖建华这种人，那专业人头，就像前几年说的什么，像什么范冰冰啊这种艺人被抓了什么阴阳账户、阴阳合同嘛，就这种人了。好了，那所以这些呢是专业的。那当然我们看了比较有趣，我们常常讲说，有白手套，有些人呢，譬如说他们抓了一些军人。前几年不是把张扬抓下去了吗？张扬就是那个总政治部吧，抓下去了。张扬抓下去之后呢，然后他的军中的外号叫张麻袋。为什么张麻袋呢？人家拿麻袋送钱给他，一麻袋一麻袋这样送，所以叫张麻袋。所以军人贪污看起来比较粗鲁，比较没那么细致，但是文官贪污呢厉害得多。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一党专政下面呢，只有特权阶层呢才有机会赚钱，所以贪污呢是一个权钱勾结的产物。那你不要看这些，我们讲说，刚刚你说权力斗争嘛，或者派系斗争是，老子之间打了半死，但是呢，儿子之间呢相互勾结赚钱，所以他们常开玩笑说，老子们死斗，儿子们死贪。贪到什么地步呢？你说贪到这个国内啊什么，那没什么了不起了。谈到最后呢，开始国际化。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华尔街或国际大科技公司呢，想要来大陆赚钱，他就是没有门路，那怎么办呢？最后就慢慢找了一些关系，找到之后呢，也不好直接讲，说哎呀，你的少爷不错啊，再去国内读什么学校？哎呀，可惜啦，这种人才读个哈佛，读个耶鲁，读个 MIT， 读什么轻而易举了。来，我有门路，我帮你找找看。不好意思。在美国这些贵族学校呢，它是可以捐钱有名额的名额不多，但是它有捐钱有名额的。小布希就这样的，这我们都会提过。好了，那么这些国际大公司人就跟哈佛讲说，那我捐你个，譬如说500万或1000万美金，那你给我一个名额，那我就把譬如说某个大官陈某某或李某某的儿子或女儿就搞到美国来了，读书了。读书不管读了怎么样，好歹毕业了，毕业之后找工作呢，那来我公司，我帮你办绿卡、办身份、办什么之外，然后给你房子、给你车子、给你什么，然后给你一个头衔，干什么？你帮我当门神，你帮我进去呢，联络大陆你的父兄辈的那些人，你把那关系帮我打好，因为我要进去开路，我的路子不够宽，但你们够宽。
你们晓得怎么讲话，然后我切一块给你就好了。譬如说我在大陆赚100亿，我给你一个1亿2亿，你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对不对？那我赚了90几亿，所以这个门生的角色呢非常重要。所以一旦这个出来之后，我们就发现啊，有外国白手套，有洋人钱袋子。好，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讲说一般的这种情况。好，那你前面讲的这周卓华或席米华，他是开赌场的。坦白说，大家仔细想说，哎，那在这个澳门赌博不是合法吗？是。那既然合法，为什么会抓他呢？对，他在澳门搞赌博是合法的，但是呢，他搞几件事情是有点问题的。第一，他搞贵宾厅。搞了贵宾厅之后呢，就要招揽贵宾来赌博。那赌场我也去看过，也去玩过。那你说平常小赌一下，大家说小赌怡情，那就算了啊。大赌那些呢，一般你是看不见的。为什么？在贵宾厅里面赌，他那种享受那种排场，根本是你没办法想象的。偶尔你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一点点哈。那么贵宾厅的就是你要有多少身家以上才能进去，然后查核过你的身家，确保说你不是空心大老官，然后你能够拿出那么多钱来，一次赌100万、200万是1000万的，或甚至上亿的，那你来我们贵宾厅。所以贵宾厅是特别招待的，那它不对外开放，这第一个。那么你觉得哪些人去贵宾厅呢？有钱人，对。那香港的有钱人、澳门有钱人赌也就那样子了。你赌场也要国际化嘛，赌博博彩业也要国际化，所以最容易去这个捞到这钱的地方了，就大陆这些贪官嘛。所以这些人很快就想说，把大陆贪官搞来这地方呢来赌博，一方面可以赚他钱，二方面干什么呢？贪官不管是赌赢了钱或干什么，他在国内贪污了钱呢，他想洗出来，怎么洗呢？我帮他洗。赌场就名正言顺帮他洗啊，他输了多少钱？其实不是。他号称说输了10亿，其实他可能只赌了1亿9亿，我帮他转出去了。我用地下钱庄的方式帮他转去，所以这样就犯了大陆法律了。第一，你在大陆招揽人赌博；第二，你帮人洗钱；然后第三呢，你还搞什么贵宾待遇什么的；然后呢，你还搞地下钱庄。所以这些事情呢，坦白说都在哪边都犯法了，不要说在大陆了。所以他们一抓就说啊，你经营贵宾厅，然后你这个搞赌博平台，在网络上找这个中国人赌钱的，你已经犯了法了。但更重要，他帮人洗钱，洗的钱呢，号称我不知道这数字有多可靠啊，号称叫10万亿，号称，那相当于很多国家大概不知道多少年的收入，那真假我们不知道。你不要说多了，不要说10万亿了，1万亿都吓死人了吧？大陆现在外汇存底号称3万亿嘛，是不是这样？是。所以你说这样讲起来，你说大陆官方不在意吗？当然在意了。所以你说抓他，那用大陆话就觉得刚好而已嘛。这当然啦，我们过去有说过了，中国最喜欢假贪污啊，这个知名来行斗争之实。我只能说我们也看不出啊，这种有时候你看起来对啊，怎么可以赌博？赌博是不好的啊，那就来做一些动作了。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我觉得脉络，我们当然最简单的分辨是，老师刚刚提到的，你本来就是特许的，是不是又换一群人来做特许？那这样简单的讲就是斗争，你还是有那个需要，还是会换一群人继续在铤而走险，而且讲铤而走险好像也不走险，基本上就是上面认同你帮他忙，他还有权势，你就会很安稳。如果他失势了，你就要倒霉跟着跑了。那刚刚提到的这个肖建华，我觉得他刚刚也提到他，感觉他就是一个例子。老师，他现在状况如何？我记得有一阵子大家很关心他，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到底安在与否。不知道安在与否，坦白说，我们先说结论。但是就几年没有他的消息，但是跟他公司的这个消息呢，到陆陆续出来一些。肖建华原来是天才，他是天才，然后进北大的，然后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呢，然后就进了这个，反正就进了财经圈。这人非常有趣了，我们将来有机会顺便慢慢讲。他其实比较长时间呢在香港，他是几边跑了，那比较长时间在香港。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消息，就是在差不多快5年前了，这4年前，就是2017年年初的时候，大概新年前后，在香港很有名的四季酒店呢被带走。四季酒店的那个号称叫望北楼，也就大陆那高官或高官子弟或者有钱人
跑到香港去休息或者避避风头的时候呢，就住那家酒店。那家酒店我也去过，实在是非常奢华。当然，他们最高层那个贵宾的地方我是没去过的底下也已经很漂亮了。他在四季酒店呢，在里面据说呢被10几名大汉呢扑上来，然后把他抓住，然后跟他讲了半天之后呢，他小子跑不掉了，就乖乖的就被人家带走。怎么带走呢？套上头套，然后把他绑在轮椅上面把他推走。推走上，然后听说就推到北京去了，抓到北京去了。从此之后呢，在公众场合消失，都没有什么消息。所以你说生死如何呢？那现在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他手底下的相关企业呢，先后后都被接管。他这个人很本事坦白说，他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集团。我们将来是不是有机会说？在17年他被抓嘛，那到了大概差不多3年多以后呢，传出消息，就2020，就去年年中大概差不多7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银保监呢发了一个公告说，这个肖建华手底下明天系呢有一大堆这个企业，那么有些呢被接管了，哪些被接管呢？银保监说接管了天安财险财政保险、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这些违规经营。新时代信托、新华信托违法违规经营，然后现在呢监管1年，然后可以延长。最近刚刚宣布说延长了那这个是前面几家。接着呢，这个中证监呢也说接管了他的新时代这个证券，然后国盛证券跟国盛期货。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个明天是9家最核心的这些金融机构呢全部被接管了。你说一般人被接管就接管了呗？明天是比较厉害，接管时间是去年7月17号，第二天7月18号，他公开发信叫板，他说他发什么？他发严正声明，地方上的这些我们说民间企业吧，那叫民间企业，民间企业对政府发严正声明了，我们还第一次看到他反对接管，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公司一直在积极进行资产处置。但是这监管机构呢，那银保监也好，这个中证监也好，你们突然进来插手接管，扰乱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处置的这个作业，所以你们这些当局呢，不遗余力要推动接管，你们有什么目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想吃我们？这个开玩笑你说民间企业对政府去叫板，台湾可以这样做，大陆是不能这样做了，所以我们说后面一定有势力自杀，但是叫板归叫板，那接管还是接管了。那这个肖建华呢？过去一直我们认为说他是曾伟的这个白手套。曾伟什么人呢？曾伟是曾庆红的儿子，就是你前面讲了江泽民集团的大管家，这个首脑，现在身体还不错。他现在大概83、84岁，然后前2年呢，他江西人，江西吉安人，前2年呢在街头出现，还问人家说：“你们认不认得我是谁啊？”路人认了，他说：“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啊！”他很高兴，他说：“这大家都还认得我。”他不是随便露面的，这样露面告诉大家说：“我还很好，我这个权力还在，所以我还能有影响力。”他是要告诉旗下的人说：“你们不要担心，我没事儿。”好，所以肖建华呢就帮这个人的这个儿子呢当白手套。那我们晓得肖建华的本事比较大，他不只是帮曾家当白手套。他帮江家啦、贾庆林家族啦，或刘云山、张登江啦这些人的家族呢，大概都有打理。所以简单说呢，是一个跨派，是一个基本上是江派，但他其实还有跨派的这个的处理的一个白手套人物。所以我们前面才讲说，这个老子们这个死斗嘛，让儿子们在那死摊嘛，就这么来的。好，现在回头讲到这个肖建华的这企业。肖建华在1999年呢创立这个明天集团。然后他一路搞下来，搞到差不多99年，搞差不多20年左右吧。2019、2020，他出问题是2017嘛，所以搞下10几年，不到20年时间。真人本事很大，那天才了，那没话讲了。他企业大到可以横跨多个领域啊。第一是金融了，我们刚刚提过，再是实业，也是这个制造部门，再是地产，刚刚讲到，然后能源。通讯服务、网络跟保险都是最红的、最赚钱的，都是最红、最赚钱的，基本上就是垄断跟半垄断的。然后这种是特权在背后支撑你才做得起来的。
然后做下来，他做了什么地步呢？有17家银行。我们大概好几个月前提过一家叫包头商业银行，包商银行，包商银行出问题，包商也是他的，啊，包商也是他的，所以银行17家，保险9家，哎，不得了！我开一家银行已经大概就是不得了了。对，银行17家，保险9家，证券8家，信托4家，基金3家，期货2家，金融租赁1家。随便一家，我们大概都不得了，都发达到不行了。所以是大概差不多像2021年不到2022年，大概5年前呢，大陆里面估计他说明天系的资产规模到什么地步呢？到3兆元，3万亿人民币，就到这种地步。所以在这个去年不是说接管吗？接管他为什么去呛声吗？发严正声明嘛，简单说。你们是不是想吃我们这些钱？因为这些钱，坦白说，你要仔细想想看，如果肖建华是白手套的话，这些钱不都是他的？是不是？很多人寄放在那里的，很多人寄放在那里的，然后你帮我操作的。那我存了1亿元，过几年你得给我2亿元啊，比如每年18%、28%这样成长，我是期望这东西的，说我摆这么多钱下来，然后我再摆出来，再滚，再摆再滚。那有些是我贪来的，有些是你要帮我操作的。所以他这钱很多不是他自己的。那你现在打了肖建华，你打的不只是肖建华，你打的是很多人。所以现在拉回周卓华，所以打周卓华呢也是这样，也就是他打的不是一个人，打的是一批人，所以问题才严重。是，那如果当然回到老师刚刚提到的部分，刚刚提到周卓华，显然刚刚在推论说他背后也有一些，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个裙带的脉络。那当然了，大家又只是为了习近平要确保他的稳定，他把竞争对手的钱袋子全部收起来或干嘛？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他要特别去针对他来做呢？第一个是钱嘛，对不对？他这个。他也号称几百亿了哈，当然也不都是他的钱了，这第一个，第一是钱。第二呢，你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不是说有这个8万名赌客吗？他是有名单的。你前面的100-200人的那什么经纪人啊，然后什么处协调人啊，然后这赌客是有名单的。大家想想看，在大陆的社会里面，我们刚刚前面分析过，能够有条件到这边去赌博的，我不是说8万人都是贵宾嘛，哈。我1%吧，800人呢，或1/1000 80人呢，80人能进贵宾厅，那80人就不是一般人了。简单说，总是地方上的这个厅级上干部吧，或甚至是副部级或者副省级干部吧，那甚至中央级干部吧。你不到这种身份，你没有这种身家，不到这身家，你别想进贵宾厅。所以第二呢，就拿到了8万人名单，那这下有的玩的了。第三呢，刚刚讲说钱有流进流出啊，这个周作华还有本事在大陆上设公司去处理涉及赌博的资产流动，一方面是收债，人家赌完之后，他说不定就刷一下，然后说我回家给你钱，但刷完之后你要去收钱，你怎么收？你得想办法有人能到那边去收。他大陆上可以设分公司收钱，你想想看，这得了。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个金流。那么这么一来呢，抓了他之后呢，这金流可以切断，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到大陆财政困难吗？如果财政困难，他最担心就是钱流出去嘛。那现在把这流钱水管道切断了。再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他不是拍电影吗？我们晓得他拍电影呢，很多电影呢跟政法系统、跟公安系统是有关系的，不是拍主旋律电影吗？所以我们看见他跟政法系统关系很好。然后在我们那讲到7、8月份，不是抓了一大批政法官员吗？什么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啦、公安部副部长啦，然后各地方的什么政法委员等等，抓了一批嘛。差不多那时候他卖过一批股票，所以我们认为说他应该是要么就得到消息，要么他发现说，我的保护伞有几个人被抓了有危险，说我先卖一部分，然后看一看、观望一下，看怎么样。所以换句话说，他跟政法系统关系很深。那么我们前面讲说，习近平在大打政法系统，周作华说不定就是在打政法系统过程当中看见的一条线路，然后发现说这人有利可图，所以打他。最后就是这样打下来之后呢，这8万人名单我抓到手上了，对明年的20大呢，说不定我可以达到勒索人的或者绑架人的目的。
所以它的考量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就我想谢谢我们明居正老师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尤其从周卓华的部分所看到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政商关系的确有许多绵密的部分超过我们的想象。不过就让我想起我们过往在提到士农工商显然在中国的眼中还是封建时期那个商人还是最低的这个所谓的阶级这要用你的时候，他当然就是给你好处；不用你的时候，事实上你只是他的棋子不只是现在中国许多的商人受害那我们看到其实台湾现在许多过去的台商，甚至世界各国的这些商人，我想现在慢慢都感受到这些压力那我们希望透过明居正老师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各国台湾甚至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商人们好好的思考一下，毕竟过往用一些不良上特许的方式的关系所拿到的这些机会跟权利，未来有可能会被这些关系给搞死那今天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明居正老师。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喜欢的话，欢迎帮我们点阅、转传、按赞、分享，也欢迎大家留言。再次感谢明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都分析了这个拜登跟习近平在电商这个透过视讯通话那时候大家会猜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各自有些退让那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攻击的扰台会不会减轻但显然我们看起来是没有，因为之前波罗的海有3个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这些国家来到我们台湾议员联结来到台湾我们看到这个中共派出这个11月单日最高的27架这个禁运机那同时来对台湾进行干扰，那这部分大家就引起许多的一些讨论这到底为什么中共不断的来做这些干扰？它到底是在威吓谁？有没有什么背后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很开心再次邀请到前中共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姚晨姚中校，我们请他好好来帮我们来解析一下。姚中校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是，我想对台湾的朋友来说，这攻击不断的老台，我们都有点麻痹。当然，这个麻痹有人会有点忧心也就是那种狼来了，喊多了，喊多了。有的是看说中共你喊狼来一直喊没有用，但对台湾来说，也怕因为这样的麻痹而失去了警觉心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波罗的海这个3个国家来的这过程当中在11月27号派出的军机很特别的有一个运油20的这个飞机那有人说，因为它可以帮歼十在空中做加油，让歼十也因为这样的航程可以变得更长，所以包含过去的这些相关的机种，有人说这是过去比较没有出现的部分，这感觉中共的这个军方在整个对台已经不只是这样绕台，显然都还有具有一些军事意涵在，所以大家就想说，这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值得我们好好来做一些了解跟解析是不是请我们中校可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所派到这个所谓运油20的部分，对这个机种出现了，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必须要关注的事情呢？这次运油20参加了这个绕台这个运油20呢，实际上呢就是前几年中共从乌克兰进口的伊尔78加油机进了3架，准备是替代那个轰六的这个载油量很少，轰六的载油量可以加给受油机的只有18吨，那么肯定不够那么在这个3架运油20也是也是不够的。就是伊尔78是不够的，所以他又制造了运油20。这个运油20呢，其实是在运20的基础上改的，就专门改成加油机的。那个运20呢，实际上是仿造俄罗斯的伊尔76。
，1276跟1278呢都是基本上差不多，只是它的设备各方面不太一样，但是它的载体机体本身是差不多的。那个运20呢，当然它的载油量很大了，它可以给歼10和歼15加油，它可以加油的达到了60多吨，就是应该超过了轰6的3到4倍。它这个飞机主要的是干什么的呢？主要是对着台湾的东边这一块来的。那个台湾海峡这块它肯定不需要加油的了。那么东边将来对台封锁的时候呢，肯定是主要的还是靠航空母舰。但是中共的航母它有短板，它这个是活跃式起飞，歼15它的起飞的重量受限，加油量和它的载弹量受限。他们的意图主要是，如果一旦作战，歼15可以满载武器，少加油，起飞以后靠这个受油机给它加油，就是增强歼15的作战能力。你要不然你加的油少，而且这个挂弹量又少，它根本没什么战斗力。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受油机呢，它就补足了舰载机这块短板。当然，它也不排除它的歼10也可以加油啊。实际上，刚才主持人讲，这个台湾方面对这个飞机来了以后，有些忧心忡忡。这个我认为大可不必。中共要想在台湾的东部有所作为，他还真的没这个能力。东部他根本就够不上，他就是3条航母都过来，他都不可以在东部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他现在来，他就是表示一下，我会有这个我的力量可以够到这一块，但是在这一块有美国和日本，那是没有办法，中共是没办法跟他们抵抗的，所以这个呢威胁的程度还是比较大。当然呢，这也是中共的这个例行性计划，封锁台湾嘛，他肯定要360度全封锁嘛。那个东部这一块，他兵力够不着嘛，他感觉到也不是很圆满，是吧？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实际意义呢不是很大。如果一打起仗来，中共的3条航母根本就不敢到东边来，根本就不会来，就靠台湾的导弹武器就可以把它击沉，所以他基本上他是说做样子，吓唬吓唬你。这个我觉得台湾朋友们不要担心，这个是运20，而且这个运油20，它这个根本就没有自卫能力，突发能力也很差，啊，这个不用太多的担心，我是认为这样，是，谢谢姚忠孝。因为当然我们很多人如果对军事了解的部分，也许有一些概念，如果不知道会觉得说，哇，新型的这个运油机耶，而且又有空中加油，这是不是要进行什么样的打击？不过刚刚姚忠孝的分析，我想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知道，有人说台湾其实就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基本上台湾既然叫做刺猬，必然还是具有一定的防卫啦。但即便是如此，我们还是说过，必须还是这个备战哦，大家还是要有这样的心情。我觉得这对台湾来讲，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所谓防御的一个精神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谈到运油20以外哦。基本上中国在2016的时候也说了，他们甚至要发展所谓的轰20哦，这轰20的这个，大家听到就哇很厉害。这个轰20当然更新，然后它不只是在第1岛链，它甚至可以跑到第2岛链去实施它的这个军事的一些任务哦。不过算一算刚刚讲的这个时间哦，很多时候大家就怀疑说，这个真的吗？他们真的会研发出来吗？因为在现今的阶段，在他们缺一些技术，缺一些电子零件、引擎等等。许多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的部分哦，好，感觉上这中共并还没有取得哦，所以这一件事情到底是现在就胎死腹中还是如何？还是他们偷偷以中共过往的习惯，其实都会偷偷的做，然后之后再给全世界一个大惊喜？这部分姚忠孝你怎么看呢？中共最缺的就是
远程战略轰炸机。它这个轰六服役已经有50多年了。这个飞机尽管它怎么改，轰六 K，轰六 M 都不管用，因为它的这个飞机太老旧。当然轰20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这个愿望。这我们在部队的时候也感觉到，航空兵的腿短，不仅仅是歼击机呢，它再长它也长不了哪里去。它的轰20他们是朝思暮想的。所以呢，中共呢大概在2010年左右呢，就设立了4个计划，4个20计划，歼20、歼20、运20、轰20，这4个是一个系统的立项。但你现在可以看歼20、歼20、运20都已经成型了、成军了，轰20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出来？因为轰20它真的造不出来，有几个原因啊。轰20中国最落后的是它的大飞机。这个大飞机啊，要不然它就会偷技术。它一直是想模仿美军的 B2隐形轰炸机，但是现在的轰炸机它必须要隐形的，它轰炸机不隐形，它的突发能力很差。轰20为什么它弄不出来呢？我刚才说，第一，它现在偷不到 B2的技术，偷不到 B2技术，它就要有大型的风洞，飞机啊是吹出来的，它的空气动力要是吹出来的，它的飞机的外形它造不出来，它没有东西可以模仿。因为中共最大的本事它是山寨嘛，是吧？但是它没有这个样板机，它搞不出来，自己研发又没有大的风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那么大推力的发动机。你看看运20，它现在发动机，它涡上20发动机，它可以用得上，但是，作为轰20，这个发动机的推力需要更大。这发动机又是它一个短板，这个外形飞机造不出来，发动机造不出来，隐形材料也搭不上关。为什么？你歼击机涂上涂料，它可以缩小它的反射面。你轰炸机，你要想隐形，它的机体太大，它对隐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呢，轰20呢，到现在呢，据我了解呢，他们基本上是停下来的，这个项目还在，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推出来。所以你看看那3个20都出来了，那么轰20出不来。轰20确实有这个计划，2010年的时候，这我就比较清楚。但是这个飞机，我可以说5到10年内它都造不出来。是，刚刚这样提到，就是我们大概外部也有很多的文章在探讨，的确也跟就我们刚刚钟校所说的，大家都怀疑说，以目前的状况来讲，中共的确好像是对于轰20的部分是没办法做到。那当然啦，这个以中共无所谓不用其极的状况之下，当然这个都持续的可以关注，他们会不会用一些比较不好不法的一些手段来取得哦。当然谈到这个美中的战争或者台海的战争，这段期间还是有许多人关注哦，因为中美情势的一些改变台海瞬间成为热区，当然就为全世界所关注哦。在许多的会谈里面，免不了都会提到台海之间的一些问题哦。那我们看到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哦，那他导师有提到一件事，他当然啦，他认为说这个他们公司的这个寿命都可能会比中国共产党的寿命还要长。不过重点他提到，你如果中共要来打台湾的话，他直接举美国他们自己国内一个很血淋淋的例子，他们认为说你有可能会陷入当初美国打越战的那样的一个情境，也就是说你飞机在绕，你的这个航舰再如何再封锁，但最终你还是要地面部队来接管，你接管得了吗？这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刚刚谈到社会的氛围、国际的一些情势，他说你有可能就会掉入到当时美国越战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哦。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钟校您怎么看待呢？您觉得他这样的评论有道理吗？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台海作战主要的是海空军作战，不可能拖多少年。
现在这个精确打击，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你就是胜负就分晓了。要打个数十年不可能的。即便中共登上了台湾岛，那歼灭这个登岛的这个军队呢，也不是需要多少年，啊，我撑死了说，半个月到1个月就结束了。说打数十年不可能，也不可能，发生像越战这样。为什么呢？美军就西方联军不，我现在没有看得出来会登陆中国大陆跟中国的陆军作战，他不需要，因为美国已经表态，他不寻求推翻中共这个政权，他只是不让中共对台动武。那么不让他对台动武，就是解除他的对海空军对台湾的威胁，这个打起来很快的，不需要什么数十年啊。我这个讲法还有一种就是，中共呢，当然，他现在能力不够，我们大家都知道。美中之间，他现在战争的处于一种相持阶段。那中共他们打算是在争取3到5年时间的准备期，发展武装，发展这个武器装备啊，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对台动武。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一直是在媒体上我也呼吁过，就是美国不要给中共留下3到5年的准备时间。虽然他3到5年他就是准备了，他也不见得能打过美国，但是会增加这个美军西方联军的一些这个难度，就打中共难度会越来越大，因为他准备的越来越充分。这个从战争的角度上来说是这么个道理啊。另外还有一层就是，中共我后面要讲，就是说中共3到5年能保证他到3到5年以后他有能力去打台湾吗？他自己国内现在一塌糊涂，在这个地方，3到5年经济情况、国际环境很多的因素影响，他不见得能达到能再对台湾动手。所以呢，我觉得呢，一个是打什么10年打很长时间不可能，第二个中共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虽然争取到了3到5年的准备期，但这3到5年我们正在研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团队都在研究这个情况。我们认为这3到5年中共的经济、外交、社会，包括他政党之间的斗争，他都处于一种慢慢的处于一种弱势状态，他的一切都在往下降。3到5年打台湾，这个还要等等看。我觉得3到5年，他们虽然说要争取个时间和空间，但是这个时间空间不是以中共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自己的国内的形势他都控制不好，他就是说他要想按照自己的计划，这个都是个未知数。对，谢谢忠孝。其实刚刚这样听起来，当然，我觉得时间点，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会多长，的确了，因为现在以国际的情势的发展哦，不管怎么样，你说要打个10年，这国际上能不能来允许来讲，各自都希望速战速决，所以彼此都有一些不同的力量来做一些角力哦。那显然，网络时代许多的速度比想象中的要快，而且现在武器的先进，的确也不容许像过往这样子10几20年了。所以我想，各自都有一些战略了。那延续刚刚也提到了，包含他们这个所谓的飞机加油机，包含他们歼10，然后想办法这个演个空中加油做效，绕到东部哦。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有这个最新的报道是他们的海军哦，他们也有一些登陆的舰队哦。我们看到包含071型哦，他们甚至以花莲作为一个可能登陆哦。所以，对这种讯息看起来，中共不断的丢出许多台湾到处都可以登陆，这部分忠孝您怎么看待？
这个呢是中共做的一个假动作，是个虚张声势啊。你想想071登陆舰，它2万多吨的啊，它要是绕到台湾的东部来，那么这么长的航道，就台湾的潜艇都可以把它击落了，它根本就绕不过来。它到这来就跟刚才讲的是什么轰20，给那个飞机加油，也是把触角引到台湾这边来，台湾的东部这一块来。现在美中双方的对抗呢，它模式是这样的：美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对中共的军事包围啊，它整个周边国家这个中共感觉到压力很大，所以呢，中共加强对台湾的威胁，实际上它是来解南海之围。中共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制定了这个封锁台湾作战预案。一开始的话是潜艇封锁，是吧？后来航空兵够了，就航空兵不封锁。从地域上来说，从台湾海峡到台湾的西南角，那要想对台湾完成这个对台湾这个封锁呢，360度呢，他现在需要把兵力延伸到台湾东部来。实际上，军队解放军也清楚，东部根本就形不成战斗力。你这个071这个登陆舰，没等你到东边来，真的要打起来，没谁敢开过来。那上面装了很多装备，还有这个陆战队的士兵，他不敢来。所以呢，他现在做的呢是假动作，根本就不是说实际上他要控制台湾东部，但是他现在要这么做，台湾嘛是美中斗争的军事斗争的一个棋子，大家都在围绕着台湾在做文章而已，就是双方各有企图。实际上，中共是没有能力我刚才讲是没有能力到台湾东部来耀武扬威的。是，谢谢姚宗孝。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看到隶属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哦，就是 USCC 这个单位。那当然，里面的报告大家就很好奇，说他如何能认为说这个中共他的武力会崛起为什么有机会来这个对于攻打台湾，甚至占领台湾哦？所以大家就很好奇问说，那他的评估报告里面到底谈了所谓的解放军哪些的优势？当然，如果说他有机会来攻台，那当然是代表这个中华民国国军哦也面临到一些劣势哦。就这个报告里面的这些内容，我不知道宗孝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我认为，台湾方面最主要重视中共的封锁问题封锁台湾，让台湾人这个人心惶惶渗透弄这些东西。所以，将来一段时间内，中共会加强对台湾的封锁。您刚才讲到这个优势和这个双方的优劣势，那中共这个共军的这个优势呢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它的规模优势，它数量庞大，确实是很庞大它的海军的舰艇都超过美国了这个东西大家都看得出来。第二个是它的地利优势，第三个是它的导弹优势。除此以外，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渗透但是现在渗透看样子也不起作用了。它最大的能力，它最能发挥的东西，它并不是要到第二岛链有所作为，它会对台湾封锁，加大对台湾封锁，导弹封锁，舰艇封锁，飞机封锁，将来还会布雷。它目前它的优势只能集中在这一方面，对台湾的封锁方面。封锁台湾作战预案的核心的一点就叫保交破交，双方围绕着交通线在博弈。你中共封锁台湾的目的是切断台湾与外界的联系，那么美军和日军
需要做的就是保护这个交通线，不让中共360度全方位封锁台湾。所以将来有一段时间，他会在台湾的东面有所作为，因为台湾海峡这一块，他不需要加大多少兵力，他的岸基兵力就够了。所以将来有一段时间会在台湾的东部进行博弈，就是保交破交，保护交通线和破坏交通线。这3到5年是这个中共的主要的这个作战手段和方向，就是台湾东部的保交破交。台湾的优势在哪里呢？台湾的优势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它的民主政治，它的普世价值。就因为这个，它在2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就是得到了全世界民主国家大部分国家的支持和协防，这是大家认可到台湾这个民主制度啊。你要是台湾要是个独裁制度，就没人去帮你的，对吧？台湾要坚守住自己这种最有价值的这种优势。同时，台湾的民主政治对中共的这个军心和民心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一直在做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队国家化和策反他们的一些工作，效果非常好。中共的弱点，最大的弱点其实在他们的军心不稳、政党内斗啊。那么台湾的优势也就是中共的劣势啊。还有几点我想提醒一下啊，如果中共要打台湾，当他发射第1枚导弹打向台湾岛的时候，台湾朋友们不能犹豫，只要他打响第1枪，台湾就应该用这个源头打击，摧毁他的对台湾的威胁的海空军基地和火箭军基地。你这时候还击他，你是正义的作战，你这个正义的作战会至少美国、日本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包括很多的国家了，就会支持你。有的国家也有可能没有能力去介入台湾的这个作战，但可以在经济制裁啊各方面呢进行对他施加压力啊。所以说呢，台湾一定不能犹豫，他只要对你打第1枪，你必须要还击他，你不要等着他把你倒，把你这个机场码头都炸掉了以后，你还在那里抱有幻想。习近平在军队的在中共军队里面多次提过丢掉幻想准备打仗。我觉得这句话也适合于台湾的朋友们，台湾的军队，你们也要丢掉幻想准备打仗。这是主要的在这个战术手段上要有这样的。第二个就是台湾军民要有同仇敌忾的这种气势，两军相遇勇者胜。你们这个众志成城死守台湾，这是对中共的最大的威胁。你不需要说你要跟中共要打仗，你的军队的数量小，但是你也要有坚如磐石的这种决心。你的决心坚定起到了2个作用，刚才我就讲了，一个是让盟军看到你们誓死保卫自己家园的这个决心，你有这个决心，有这个信心，别的国家才会去帮你，你自己要没信心的就完蛋了。另外，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让共军看到这个也是望而却步。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台湾的朋友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这个军队的规模小，跟中共打不赢，或者还有的人说解放军一过来他就投降，这个话不能说。正义站在你们这一边，朋友都在你们这一边。你台湾现在你的源头打击能力也不是很差的，你只要给他的这个沿海的一个机场码头给一个摧毁性的打击，
美日联军一时动起来，他海空军不经打的。所以你要从这方面要看得出来，台湾的优势实际上是你的坚定的守卫台湾的这种信心和决心，不在于你军队有多少。是，谢谢姚忠孝。姚忠孝其实多次也一直提醒哦，真的我觉得也很感谢，一直在谈到你要人家来防卫你，先有你自己要防卫自己啊，一定是自己展现出捍卫自己的一个自信跟决心哦。我觉得的确天助自助啦，才有办法来抵抗中共的这些所有武力可能对台的一些不当的一些措施跟想法。那今天再次感谢我们姚忠孝带来这个清楚的一些分析哦。未来我们会持续再跟姚忠孝来保持联系，也希望他再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姚忠孝。谢谢主持人，谢谢。